长期以来，乌克兰经济不景气，所以乌方一直寻求加入欧盟，以此来获得欧盟的投资以及政策支持。乌克兰2017年正式成为欧盟联系国。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4天，泽连斯基签署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呼吁欧盟启动新的特殊程序，迅速吸纳乌克兰。不过，欧盟在3月举行的峰会上排除乌克兰火线入盟的可能性。而近期消息也显示，乌克兰加入欧盟前景堪忧。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周二表示，除意大利外，几乎所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反对给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由于这些国家的反对，目前乌克兰成为候选国的前景无法预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给乌克兰加入欧盟泼冷水了。德国总理舒尔茨5月19日曾说，乌克兰加入欧洲联盟没有捷径可走。如果欧盟破例允许乌克兰火线入盟，那对其他苦等多年申请入盟的西巴尔干地区国家不公平。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克莱芒伯纳5月22日也曾公开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在15年或20年内都无法敲定。一个呢，它确实现在还处于一个和俄罗斯交战这种状态啊。如果说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加入欧盟的话，会给欧盟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和额外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包括这个法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呢，确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那么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跟这个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这个联系，不希望激怒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并不计划利用美国提供的多管火箭炮系统攻击俄罗斯本土，同时乌方不会在领土问题上有所让步，但可以就与其相关的问题与俄方展开谈判。美国开始给乌克兰提供这些火箭炮等等的重型武器的话呢，还是会有助于那么乌克兰来跟俄方来作战。那么有可能那么如果在美方的这个武器大规模到位之后呢，俄军的这个推进速度会比前一段时间会慢一些。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创。乌克兰最近3个月从西方获得了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自2月底以来，西方国家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120亿美元的援助，包含西方国家对基辅提供的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而此前，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宣称，国家每个月的预算赤字约为50亿美元。上个月，泽连斯基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讲话时称，在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已经遭受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损失，需要每月7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重建工作及弥补经济损失。乌克兰政府称，在俄乌冲突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下降30%至50%。去年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约为1650亿美元。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呢，可以说是在各个领域都有，主要的还是在军事领域。那么军事领域呢，主要是给美国的自己的一些公司来提供这个订单，那么通过这些订单呢，来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大多数这些援助还是一个间接的方式。那么实际上呢，也很难补充到就是乌克兰的自己的这个财政当中去。那么实际上也很难对乌克兰的这经济形势也好，它包括国家的这个政府的财政形势也好，有一个实质性的直接的帮助。从外部来看，欧盟最新决定部分的对俄进行石油禁运，以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那您认为能多大程度影响俄乌局势？欧盟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决定对俄罗斯进行部分石油禁运。这个目的呢是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用经济战来挫伤俄军的战斗力。不过呢，这个俄罗斯说这个不会影响俄军的战力。这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欧盟禁止俄罗斯石油，其他国家呢还可以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印度呢就在大量的进口，西方禁用是东方呢扩大进口，欧盟禁用俄罗斯石油呢同样拉高了这个欧洲的油价，全球的油价，俄罗斯石油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5月份呢，这个欧元区的通胀率达到了8.1%。比上月呢高出1个百分点。推高物价的主因呢，就是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这能源价格呢上涨了39.2%。那么与对俄能源这个制裁和金融制裁呢是密切关联的。高物价带来了国内民怨四起，这不仅影响外交政策，而且呢会引发欧盟内部的分歧，欧美间的分歧。现在呢，这个欧洲内部分歧和欧美分歧呢已经很明显了。当欧洲国家呢扛不住高通胀，扛不住能源紧张带来的经济衰退，就会变策，就需要呢对俄乌局势重新的评价。
可以说呀，对俄能源制裁越严厉，那么对欧美的经济伤害就越严重。大概呢，再过1个月，我估计啊，欧洲呢就会重新的评估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和态度。